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都认为一个人的嘴巴是一个人的门户，而牙齿则是门户的侍卫。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会在一个人的牙齿当中体现出来，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也跟嘴巴有着很大的关系。牙齿不但会影响一个人的寿命，同时还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见到一些牙齿畸形的人，比如天包地或者地包天。有人常说天包地面苦，地包天有福。从面相角度来说，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大佬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两种面相。天包地的面相，天包地指的是上颚的牙齿始终包住下颚的牙齿，下巴凹下去的现象。有天包地面相的人，不仅会使他说话有障碍，而且对其命运也会有极其不利的影响，一生难有大成就。天包地的男人命运如何？男人为天，女人为地，天地要能合一。然而天包地的男人由于天盖住地太过，打破了这个平衡，地就会受伤，因而阴阳不平衡，阳盛而阴衰。所以面相上天包地的男人会比较客气，而且男人以妻为财，所以同时天包地的男人一生财运多舛，最好佩戴一些旺财事物，如黄玉貔貅手链来催旺自身财运。而且天包地的形状有点像鸟嘴，有点公鸡状，所以天包地的男人也容易有点暴力倾向，非和善之人。天包地的女人命运如何？天包地面相如果出现在男人身上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是在女人身上出现，那就是阴阳颠倒了。这一类的女人就是所谓的天生的女汉子，她们过于刚烈。这类女人的丈夫要么就是身体比较病弱，或者是性格比较柔弱，像弱女子。这类面相的女人通常都是家庭的支柱，日日操劳，活的是劳碌命。而且天包地的女生同时也是性格比较暴烈，一般在街头骂街的悍妇多长有天包地的面相。地包天的面相，什么是地包天？地包天叫做兜齿，上排牙齿代表着天，下排牙齿代表着地，此乃天地一合之说。有这种牙相的人一生运程反复，晚年运可能也不是很好，应多多注意。地包天的男人命运如何？同样，男人为天，天被地包住了，证明君被妻臣，所以一般地包天的男人在童年和少年时期一般都有一个极为严格的母亲，让他备受压力。而地包天的男人在成年后也容易遭遇比较强势的女人，事业成就都容易被自己妻子或者女同事盖过，自己也难以出头。但是好在地包天隔朝风，晚年还是可以过得比较宽裕。地包天的女人命运如何？地包天的女人由于地是风，所以一生衣食无忧，所以女生地包天而多福，是指下庭圆润，朝拱上庭，形成晚福的格局，福泽深厚。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女生地包天力气不利六亲。地包天的女人命很硬，逢多大的难都无视，脾气很急躁，很厉害，自私，会精打细算，为自己考虑。在命运方面，地包天的女人，她们身边的亲人福寿会和自身的遭难相抵消，所以不利六亲。不同牙齿特征的人出现地包天面相，命运如何？地包天牙齿缜密，地包天牙齿比较缜密的人，平时看起来不苟言笑，相对来说事业运还是不错的。他们很有才华，踏实上进，吃苦耐劳，所以能得到领导的欣赏并重用。他们也是最稳定的一类人，对于自己努力得来的成就十分自豪。这类人口风都比较紧，但凡自己听到的事儿，绝不会向其他人透露半分，属于非常有原则的人。感情方面，他们会对可爱型的女人非常青睐，因为他们觉得这样的人会给自己枯燥的生活带来一点欢乐。地包天牙齿稀疏，
地包天牙齿比较稀疏的人，生性清冷孤傲，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虽然比较自私，但命运整体来看还是非常不错的。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有贵人相助，因此他们整体运势还是不错的。感情方面，此类人通常都是晚婚命，配偶一般属于持家过日子的类型。地包天牙齿突出，地包天牙齿比较突出的人，通常智商不会很高，情商一般般，生活上相对比较窘迫，没有赚大钱的命，不能依靠聪明才智赚钱，那就靠体力吧。但这类人身体也不一定好，不能从事太费劲儿的工作，所以无法给自己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感情方面，此类人属于和尚命，这一生恐怕都不会遇到另一半。地包天牙齿导致面部扭曲，地包天牙齿导致面部扭曲丑陋的人，是天生的劳碌奔波命，少年时期便因家境困难而辍学离家，外出赚钱补贴家用。由于没有学历和经验，加上年龄又不成熟，所以一开始找工作都不容易，所赚的钱也不稳定。婚姻、爱情、父母，他们通常都会经历非常迷茫的几段婚姻，一般需要经历3次婚姻以后，生活才会逐渐的稳定下来。不过这类人在40、50岁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希望到时候可以好好把握。其他牙相特征的人命运如何？门牙较大，门牙较大的人身体健康强壮，精力旺盛，积极主动，敢于挑战，不畏艰难，大有气吞山河之势。但其缺点是只讲气势而少了策略，有勇无谋，只凭一腔热血一味蛮干，不懂得提前规划，缺少高瞻远瞩的谋略，所以有时候会吃大亏，尤其是理财投资方面有小赚大赔的现象，应引起注意。牙齿较小，牙齿较小的人给人一种小里小气的感觉，实际上这种人的性格就是小肚鸡肠，凡事爱计较，心防重，爱钻牛角尖，再加上胆小怕事，所以成天郁郁寡欢。当然这种人又有别人无法企及的优点，就是遇事会冷静谨慎，力挽狂澜，令人咋舌，所以是不错的幕僚或副手人选。牙肉进禄，张开嘴就看到牙肉进禄，牙龈禄金，表示你与家庭缘分薄，在收入上也不稳定。男女相处不吵架还好，一旦翻脸，善于争执，口无遮拦，易伤爱人的心。牙齿不整，这种牙相给人一种心术不正的感觉，相术也确实有这样的论断。此人自私自利，并且为了个人私利寸步不让，再加上个性急躁，比较情绪化，所以很难与人有效沟通，人际关系很差，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事业发展。如果不思悔改，到了中年也会每况愈下，所以要提前做好规划。相书云：齿为骨之余，内为肾络，关系一路之享用。可见牙齿对人。今天的节目，我们都认为一个人的嘴巴是一个人的门户，而牙齿则是门户的10位。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会在一个人的牙齿当中体现出来，一个人的身体状况也跟嘴巴有着很大的关系。牙齿不但会影响一个人的寿命，同时还会影响一个人的性格。那么接下来大佬带领大家一起从嘴巴看相的角度来看看你的一生命相吧。1. 牙齿不坚松动。牙齿与我们的肾相连，属于肾的花朵。通过观察牙齿可以发现肾的健康程度。牙齿为骨之精，牙齿好骨骼就好，同时也代表肾气充足。如果牙齿过早的就松动了，其一是脾胃气虚，那么生活当中就是到手的客户也会溜之大吉，并且会影响到夫妻关系，同时也代表聚财能力下降。2. 牙齿偏黄。
牙齿偏黄色的人做事的行动能力强，为人固执，性格多偏横，轻微的能够包容他人，比较注重现实生活，没有高不可攀的理想，脚踏实地，对于爱情注重爱情的实际体验，喜欢和喜欢的异性黏在一起，喜欢身体接触与夫妻生活，这样的男人或者女人值得嫁娶。3. 牙齿长得多。牙齿多与少其实与命运的关系并不大，牙齿多的是因为皮脂气不足，牙齿少的是因为皮脂气过了。一般情况下，牙齿多的生活的动力不足，考虑现实实际就不够，轻易不肯相信别人，总是活在自我理念里，事业上多不如意，人缘会出现问题，拥有的产业不多。4. 牙齿长得少。牙齿长得越少的人，因为身体健康情况不好，牙齿过少的多少因为病痛而形成，排除老年人牙齿掉落的，年轻就牙齿少的，多少脾肾不和所致，即使有了机遇也做不好，所以运势也就不够好。以前的人有这样的说法，牙齿长30只是普普通通，牙齿长28就会贫穷卑贱。如果牙齿少于28颗，而且又过小，牙齿又稀稀拉拉的人，则是可能会贫困孤寂，一生多不得志，并且生活水平不高。5. 牙齿长得大。大板牙的人善于言辞，但不善于婉转行事，热心肠而不注重细节，往往能做出大事业来，但是守财能力不好。大牙的人体力充沛，有朝气，人际关系很好，但行事粗枝大叶，不够细心。牙齿如果长得大而紧密，长得又直又多又白皙，这当然是最好的牙齿。他们不仅健康良好，事业顺意，感情顺心，和他们在一起的人也会感觉到愉悦的心情。牙齿如果长得相当牢固，则这个人就会相对活得长寿。牙齿长得洁白晶莹，这种人身体健康长寿，个性开朗，智能善良，魄力精力都很旺盛，成功的机会自然比小齿的人多。6. 门牙较大。门牙较大的人身体健康强壮，精力旺盛，积极主动，敢于挑战，不畏艰难，大有气吞山河之势。但其缺点是只讲气势而少了策略，有勇无谋，只凭一腔热血一味蛮干，不懂得提前规划，缺少高瞻远瞩的谋略，所以有时候会吃大亏，尤其是理财投资方面有小赚大赔的现象，应引起注意。7. 牙齿较小。牙齿较小的人给人一种小里小气的感觉，实际上这种人的性格就是小肚鸡肠，凡是爱计较，心防重，爱钻牛角尖，再加上胆小怕事，所以整天郁郁寡欢。当然，这种人又有别人无法企及的优点，就是遇事会冷静谨慎，力挽狂涛，令人啧舌，所以不错的幕僚或副手人选。8. 牙肉尽露。张开嘴就看到牙肉尽露，牙龈露筋，表示你与家庭缘分薄，在收入上也不稳定，男女相处不吵架还好，一旦翻脸，善于争执，口无遮拦，易伤爱人的心。9. 牙齿不整。这种牙相给人一种心术不正的感觉，相术也确实有这样的论断，此人自私自利，并且为了个人私利寸步不让，再加上个性急躁，比较情绪化，所以很难与人有效沟通，人际关系很差，当然也不会有什么事业发展。如果不思悔改，到了中年也会每况愈下，所以要提前做好规划。10. 牙齿突出的人。牙齿突出就是我们所说的龅牙，这样面相的人虽然富有行动力，但在背后愿意说人长短，性格太过任性固执，无论是在什么场合下都不知收敛而令人侧目，所以牙齿突出的人在社会上的人际关系不是很好，导致家庭运不是很和谐。
女人最忌讳牙齿突出、报复心极强、克夫的面相。11. 门牙歪斜有缺损的人。门牙是用于我们吃食物首先切割的牙，如果门牙歪斜或者有缺的人，不讲道理，爱说是非，大多数的人都与父母亲的缘分浅，整个家庭的亲情都是很淡薄，这样牙相的人在未来的婚姻感情上都会有亲情的阴影，所以对婚姻不是很看好，总怕自己的感情不稳定。12. 牙外倾者。牙尖向外倾斜，突出在外面，如果闭上嘴就鼓起一堆。此种牙的人上面说过，性格凶暴，会犯罪，特别是杀人、强奸这种残忍恶劣的罪。但这当然是极端的例子，只是极少数的朋友会发展到这种程度，绝大多数是不会的。但无论如何，这种龅牙人性格较粗，喜欢随便说话，饶舌，对什么都不在乎，夫妻之间会常常有口角。13. 牙内倾者。与龅牙相反，向内倾斜的人仿佛塌陷下去。有这种牙的人，好性格的是为人诚实沉稳，沉默寡言，仿佛是个生活的旁观者。不好的话就是阴险，心里对什么人什么事有看法有意见，但不表露，暗中策划对付别人，常突然袭击别人，或指示另外的人行事，他却不露行迹。这是那种军师型的人物，千万不要得罪这种人，他是非常记恨的，一有机会就报复，还不止一次。14. 门牙分开。这位先生门牙向左右分开，好像中间留开一条路，好让苍蝇随便出入。这种牙的人运气较差，与妻子感情淡薄，特别是出门走路时要特别注意安全，遵守交通规则，否则容易碰上车祸，死在路旁。15. 门牙缺。因为门牙缺了一块，相学认为门牙是代表双亲的，这种牙相预示着可能会和双亲中的一个早离别，不是生离就是死别。如双亲健在，便会与当中一人分居。有些不喜欢与公婆一起生活的女士可能喜欢这种牙相，我们严肃地说，这种思想要不得。16. 门牙夹犬牙。在门牙的中间夹了只犬牙，我们认为这纯粹是多此一举。6手指搔痒痒，多了一道子，因为多了这一枚犬齿，便破坏了本来不错的相。这种齿相的人，对不起，在作风上是会有些不大老实。假若长相还较帅的话，受女性喜欢，就会成为花花公子。17. 门牙间距大。这门牙远远地分开，仿佛互相都讨厌对方，势不两立，或者有一方患了感冒，另一方怕传染，远远躲开。这种牙相的人把父母看成有传染病的人，而避之唯恐不及，是个不孝的人。不知为什么，当前这种牙相的人越来越多，见者倒不是亲，看见了多少这种牙相的人，而是亲眼看见不孝的子孙越来越多。这种牙相的人自己也要当心，是一种短命的人。要是孝敬父母，可能会转运，不致早死。不信你试试看。18. 门牙尖锐者性格暴躁。这门牙看起来便有点可怕，那么尖锐像钢钳，像宝剑，真是武装到牙齿了。自然这种人性格狂暴，相信武力解决问题。兄弟间不和，为财产闹纠纷，也是一种反叛者的相，不会忠实于人，不会有知心朋友。19. 三门牙。这里多了一只门牙，一对儿变成3只了。多了一只牙，当然就要多吃许多东西，而定量不够怎么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偷。因此这种牙干的人有的会有盗癖，既然要偷盗，便要防被捉拿，必要时先下手为强，所以这种牙相的人也是会伤害人的恶相。20. 牙夹小牙。2只门牙中间挤进一只小牙齿，既破了2只门牙的团结，
又使自己处于孤立受胁己的地位，这是何苦来呢？但他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这种耻相的人，生性顽固又倔强，孤僻高傲，与人疏远，甚至亲戚兄弟之间也没有多少交情。不说其他人，这种人要干什么事，会毫不考虑别人的意见。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古人对于牙齿的美观也有相当的要求，甚至从牙齿来看一个人的命运如何。无论你的面相有多好，假如牙齿七扭八歪，大小不齐，很可能破坏行运。假如牙齿整洁，雪白无垢，至少表示此时你的健康状况不错。若能持续保持，更意味着你能长寿。那什么样的牙相命好，什么样的牙相苦命呢？和大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1. 白牙。牙齿长得白，称职遇贵人。牙齿白的人，不论担任什么职位，都可以胜任，也就是可以在一个工作上表现得出色，并深得上级赏识。如果是唇红齿白的人，大部分都多才多艺或学有专精的人，在校时已经是好学生的典范了。他们文章写得好，说话说得溜，步入社会也会运途亨通，早遇贵人，提拔成就。白的牙齿真是可以照耀一生，快从今天起把牙齿粉刷一下，让它雪白起来。2. 黄牙。牙齿长得黄，做事遇阻碍。除非你护牙真的很有方，如果不是，普通人都会拥有一口白中带黄的牙齿。牙齿长得略带黄色的人，由于齿色不白而影响了运势，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受到或大或小的阻碍，而导致难以成功。但是如果长黄如璞玉的牙齿，那这人学问好，文章好，可能会富裕福寿。牙齿如果枯白，像枯骨一般，或是牙齿长得过黑的人，则会为了亲人或子女而劳劳碌碌。3. 多牙。牙齿长得多，健康多成就。牙齿这种东西原来是多多益善，牙齿数量拥有愈多的人，拥有的健康与快乐也较多。因为消化能力好，身体自然也就健康优良，头脑清楚。这种身心发展良好的人，因避免了很多病痛的影响，从事事业也会得心应手，一般而言都会有大的成就。以前的人说牙齿长38可以封王论侯，牙齿长36可以成为卿相，牙齿长34可以谋得官职，牙齿长32可以享受福禄。4. 少牙。牙齿长得少，卑贱多病痛。牙齿长得越少的人，因为身体健康情况不好，常年生病而头脑昏沉，所以运势也就不够好。以前的人有这样的说法，牙齿长30只是普普通通，牙齿长28就会贫穷卑贱。如果牙齿少于28克，而且又过小的人，则是可能会贫困孤寂。虽然这些只不过是传闻，诸君不必尽信，但在牙齿影响身体，进而影响心智这方面来说，也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所以自小就应该形成良好的护牙习惯，拥有一口好牙，人生也显得宽宏壮阔很多。5. 大牙。牙齿长得大，朝气人缘好。大牙的人体力充沛，有朝气，人际关系很好，但行事粗枝大叶，不够细心。牙齿如果长得大而紧密，长得又直又多又白皙，这当然是最好的牙齿。他们不仅健康良好，事业顺意，感情顺心，和他们在一起的人也会感觉到愉悦的心情。牙齿如果长得相当牢固，则这个人就会相对活得长寿。
牙齿长得洁白晶莹，这种人身体健康长寿，个性开朗，智能善良，魄力精力都很旺盛，成功的机会自然比小齿的人多。6. 小牙，牙齿长得小，很有毅力。小牙的人努力勤奋，很有毅力且细心冷静，耐力也是十足。牙齿短不到半公分，而且又有很多蛀牙的人，代表他的消化能力也较弱，身体不够好也影响到思考力，则他们智力和体力都嫌不够，所以一生当中与福禄寿的缘分也几乎都不足，也就是与之无缘，可以参考补牙来弥补一下不足。7. 尖牙，牙齿长得尖，精打又细算。尖牙的人做事精打细算，设想周到，但耐力不足。如果牙齿呈现正三角形，则这个人就是喜欢吃素食蔬菜；如果牙齿呈现倒三角形，则这个人就是喜欢吃大鱼大肉；如果牙齿尖而又不足28颗的人，一生会较贫困。所谓牙尖嘴利，伶牙俐齿，他们大多是喜欢口舌之争的人，而且歪理特多，这一点是他们注意要改善的地方。8. 外凸牙，牙齿长外凸，胆大又好奇。外凸牙的人也就是俗称的龅牙，这种人的胆子非常大，做事积极，好奇心强，很爱说话，说话常强词夺理，也很喜欢吹牛，但做事也是有头无尾。龅牙这种人的面相行伤父母，一生都会孤苦贫穷，夫妻缘及子女缘都很薄，而且贪淫，缺乏孝心。如果门牙暴齿，则这个人会很怕老婆，少年时的运势不顺。若是女性，则需小心有生产的宰恶，与公婆的缘分薄。9. 内倾牙，牙齿长内倾，创意但孤独。内倾牙也就是上下两排牙齿都向内倾倒，有这种牙齿的人常常标新立异，举止异常，是个很有创意的人，可以参考去投考广告。牙齿朝内的人不太会交际与认识朋友，所以很多时候都会比较孤独。牙齿的上裂与下裂咬合不正，呈上眼下状的人，年少的时候贫困，而且生活艰苦。如果是下眼上，则此人在晚年的时候会失去伴侣，或者是婚姻不美满。10. 稀疏牙，牙齿长稀疏，直言而多难。疏牙的人身体状况良好，为人率性，对朋友坦诚，但反面来看，就是个性大而化之。所谓牙疏牙疏，既不能保守秘密，而事实上他们也是的确如此。牙齿有漏缝的人，直言好说，不能守密。有这样的朋友，就算与他交情再好，还是应该对自己的隐私保持警觉。他们可能常常因说了也不知道，或不该说的话，而导致贫困或多灾多难，而且与六亲的亲情淡薄，缺乏孝心。所以牙疏的人最好是先想后说，还是慎而言之吧。11. 杂乱牙，牙齿杂乱，善变无常。杂乱牙，牙齿前后上下交错，形状古怪，尖方不一，这种牙也叫做鬼牙。牙齿长得如此参差不齐的人，身体比较孱弱，精神差强人意。因为牙齿是影响消化吸收能力的，他们个性上有说不出的怪异，通常很善变，喜怒无常，有点自私自利，言行也不一致。对于他们要抱有同情的心态，也许是因为牙齿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所以让他们无形中产生自卑的心理，凡事也往坏处想，以至于口无择言，经常会得罪人。如果有这种牙齿，可以找牙医去纠正，
重拾一份完整的人生。12. 早落牙，牙齿壮年落寿短的征兆。如果牙齿于壮年时脱落，代表这个人短寿；但如果老年了又长新的牙齿，表示会天寿或长寿，但是会影响子女的成就。如果门牙在50岁以前脱落，则50岁以后运程不顺，常会为亲骨肉操心，但如果50岁以后才掉，就没有禁忌了。13. 话不见牙，说话不见牙，富裕且贵人。在说话的时候不露出牙齿的，就算不会富裕，也会成为达官贵人。这种人会赚钱，也存得住，所以钱财会如雪球，越滚越大。牙龈更不宜露，如果露出牙龈，则表示这个人命不好，而且可能有牢狱之灾。女性尤其忌讳，但也有一种这样的女子，她们露牙龈象征着傻大姐的本色。以上就是几种比较常见的牙齿类型了，你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呢？麻衣橡树上说，牙齿是构百骨之精华，做一口之锋刃，可见牙齿对我们的运势影响有多大。因此建议大家平时要保护好自己的牙齿，这样更有助于我们运势的提升。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